朋友们好，我是老吴。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断食在生理方面带来的10大好处。第一，间接断食是最简单有效的减肥方法之一，同时还不会降低肌肉量。好比白天和黑夜，万物生长和休息交替运行。我们的身体本来就不是为了不断进食而设计的。如果我们处于全天都在进食的状态，那就没有机会利用那些被储存起来的葡萄糖。一般人身体可以储存400到500克的肝糖，而每克肝糖的储存也携带了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为何断食头2天体重下降幅度往往会高达1到3公斤。而当我们断食16到18小时之后，我们的肝脏以及肌肉内的葡萄糖会被完全耗尽。此时，身体将会被迫开始利用储存的脂肪供应能量。如果我们延长断食时间，将会消耗更少的总能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的组成会自然而然地向最佳比例发展。许多人在断食过程结束后会想要大吃一顿。不过研究显示，在结束断食后的第一餐通常只会比平日的一餐多提供 20% 的热量，并不足以抵消在断食过程中所减少的能量摄入。第二，减轻饥饿感。与大家普遍的看法相反，一旦身体适应了断食，我们对饥饿的主观感受就会减弱。为什么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断食降低了身体内胰岛素和瘦素水准，同时还改善了胰岛素受体和瘦素受体的敏感性。而这2个代谢方面的重要改变，会帮助身体动员那些被储存起来的脂肪，使其氧化功能，同时还会影响并改善其他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内分泌激素。第三，提高新陈代谢率。许多人认为断食会抑制代谢，事实恰恰相反。断食使身体进入一种所谓的饥饿模式，人体会通过升高肾上腺素水准的管道来提供能量，这也就意味着身体的总代谢率得以提高。第四，改善胰岛素抵抗。由于血糖水准下降，人体不再需要把过多的葡萄糖从血液中转运到细胞里，也就不再需要释放过多的胰岛素，因此胰岛素的水准也会降低。此时人体才有机会从胰岛素抵抗状态中恢复过来。血糖水准稳定。在断食过程中，由于我们停止摄取能量，血糖水准会降至空腹血糖水准。此时肝脏将会通过糖异生来产生葡萄糖，使我们的血糖水准变得更加稳定。第五，启动生酮反应，制造酮体。酮体是人体的替代能源之一，可以取代葡萄糖，成为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提供能量的来源，还能够避免肌肉萎缩。第六，肠道和免疫系统有机会休息。断食使消化道有时间休息，再生黏膜层，同时免疫系统也不必一直应对源源不断的食物抗原，从而使它能够参与体内器官的重建过程。另外，短期的断食就可以触发干细胞的活化，产生新的白细胞，从而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第七，清除受损细胞。断食会触发细胞自噬，这是一种天然的清理过程，身体利用它来清除细胞残骸和毒素，而受损的细胞组成也由此被回收利用。自噬，它的定义是自我吞噬，它能够帮助干细胞保护、维持和修复组织的能力，参与人体多重重要功能的运行，同时还可以抑制炎症，减缓衰老过程，延缓肿瘤生长，以及优化身体的各项生理功能。第八，降低那些被认为能促进肿瘤生长的激素水准。定期断食不仅能够降低胰岛素和瘦素水准，
也能够降低 IGF-1 的水准。这种强效激素作用于脑垂体，对新陈代谢和内分泌产生强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细胞的生长和复制。IGF-1 水准升高和多种癌症，例如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都有强烈相关。与正常的细胞相比，肿瘤细胞拥有更多的 IGF-1 受体。当 IGF-1 水准降低的时候，多种肿瘤都会出现细胞增殖水准下降的现象。同时，断食还会降低促进发炎细胞因素的水准，而这些小分子蛋白在促进癌症发生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作用。第9，减缓老龄化过程。除了促进人类生长激素的释放以外，断食还会减少细胞内自由基的积聚，由此避免细胞的蛋白、脂质以及 DNA 出现氧化性损伤，而这种氧化性损伤与老龄化以及绝大部分的慢性疾病都有密切的联系。断食可为我们身体带来的第10大好处：保护大脑功能。断食会对大脑功能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它甚至是预防阿兹海默症以及其他慢性大脑疾患的关键。美国马克·马特森博士曾经主持的一项动物试验，其中以经过基因工程处理将会出现阿兹海默症的小老鼠为研究对象。该试验结果显示，如果这些小老鼠接受隔日断食的饮食计划，差不多在2岁的时候才会出现阿兹海默症，而这个年龄相当于人类的90岁。如果没有任何干预措施，这些小老鼠将会在1岁，也就是上述年龄一半的时候就发病，相当于人类的40到50岁。而当马特森利用垃圾食品进行喂养的时候，他们提前在差不多9个月的时候就会出现阿兹海默症的症状。马特森的研究提示，隔日断食的饮食计划能够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素 BDNF 水准的提高。依据大脑内区域的不同，升高的水准在 50% 到 400% 之间。而 BDNF 能够活化大脑干细胞，使其转化为新的神经元。另外，断食还可以触发某些化学物质的释放，而这些物质能够改善神经的健康状况，保护大脑细胞免受那些与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相关不利改变的影响。